大家好，我們來看桌上有很簡單又很漂亮的托特包。那這款托特包呢，是用這個寬支袋，然後去做一個很簡單又很有造型的一個包包。那它就是方便好用啊，因為托特包的特性就是說，我們東西隨手放啊，然後隨手拿，就是很輕便，然後可以裝很多東西的。那我利用的這個寬支袋呢，這一款是用紅綠相間，是不是很有既視感？名牌既視感有沒有？就是紅綠的，然後配的是這種那個枯茶色的這個9代布，然後再加上皮標，就覺得相當的有質感哈。然後呢，我還做了一個紫色的呢，搭的是这個黑色紫色的這個支帶，然後一樣是用皮標，然後這2款就是讓你平常就是隨便拿都很有型，造型就是很好看，然後厚度也厚，所以它可以裝不少東西。那因為這款的尺寸我沒有做很大，然後我自己是像这個尺寸呢，我不會肩背。那如果你要肩背的話，你的肩帶呢，這個提帶的部分就可以加長一點，就可以背到肩膀上。好，然後裡面呢一樣是有一個裡帶，然後空間就是相當大。那因為它很簡單很好做，所以初學者非常的友善。那我上面呢做了一個弧形的剪接哈，就是說讓這個支帶呢可以很漂亮的收尾啊，就是讓它走一個這種大方的這個路線。好，那因為我覺得簡單的包包就是好用，然後又耐看，不退流行，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做這個包。那它需要哪些東西呢？當然就是需要表布、裡布，還有寬的支帶。那如果你要用細的支帶也是可以的，只是因為我現在就是剛好進了這個寬的支帶，我覺得它的質感相當好哈，所以就是覺得很美。然後就是利用它的這個本身這種有點厚實感的這種支帶呢，然後來做這個包。那它就有裡帶，還有上面的這個剪接的部分。那表布、裡布呢，我都是用這個9代布，這樣它袋口呢會更挺，而且我都還加了布襯，所以它整個袋子，剛剛你們看就是說它袋口為什麼就是整個袋子你都不用放東西，它的挺度就很漂亮，就是因為表布、裡布都是9代布，而且都還加了布襯的關係。好，那當然就是還有帶身的部分，那就是根據它的弧度呢去做下面的帶身，相當簡單，所以大家都可以做。那它這個大小呢，可以放手機，裡帶可以放手機。好，剛剛忘記講。然後呢，那個長夾也可以橫放，所以還可以放，還有很多空間可以放有的沒的，所以就是蠻實用的。然後又真的超無敵簡單，初學者的話你一定 OK， 因為你支帶本身也不用再去車那些手提袋的部分，所以就相当好做。好，這樣子呢，我們把這個材料準備好就可以開始車。那首先呢，我們就來車這個裡帶的部分。那裡带的部分我會先燙布襯，然後就是先把這個縫份呢先燙一點點起來，然後就把它車起來咯。還沒給你開燈。好，然後把它燙完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這樣車。好，留一個反口，然後把它車起來。接下來把多余的縫份剪掉。像這種簡單的袋子哈，有些人還是會想要教學，為什麼呢？因為大家基本功哈，有時候沒有打好的話，你之後在做應用的時候呢，會覺得更難哦。就是一些小的地方呢，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哦。像這個轉角的地方呢，我們先把這個縫份呢給折起來。這幾乎在每一個影片我都會講哈。那我們如果基本功有先把它學好的話呢，之後做袋子就是事半功倍啊，千萬不要事倍功半啊！来這幾波固，這波幾卡，那就還蠻麻煩的。那我們這個有縫份的地方呢，都是先把它壓好之後再翻過來，這樣我們的角膠呢就會很漂亮。只要錐子稍微再挑一下、整理一下，它的這個角度就會很美美的了，像這樣子。好，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我們的裡帶上面，裡帶身上面來。那裡帶身呢，我們上下都要做中央線記號，讓這個袋子不會歪掉。然後放到適當的位置呢，就可以直接車起來嘍。好，那我們就是把它三邊，你不要4邊呢，
四邊壓起來的話，你的口袋是完全不能用的。然后就把它掐起來，這保持平行就可以了。那我們裡帶的裡部做完之後，我們上面的這個滾邊呢，也可以先做。好，那有弧度，你看兩邊的弧度，我們要接的時候呢，有這樣往內彎的這個弧度呢，我們就剪一下牙口，然後把中央線也都做出來。好，中央線做出來之後，就把它對好，用強力夾或是珠針把它夾住，我們就可以開始車了。好，就跟着這個弧度跑。那因為有剪牙口有那個縫份有張開，所以就会變得非常非常的好車，像這樣子，然後就這樣順過來。那當然，你用寬織帶也不一定是說做這個樣式啊，只是我覺得這個樣式呢，就是我畫了這個弧度之後，就覺得這個帶子的感覺更升級，不會覺得很廉價哦，就很有質感。好，我們這樣子車完之後呢，就把它縫份這裡壓線，壓個0.1，好，把它固定一下，讓它表布裡布都美美的。好，另外一邊的裡布也是把它車起來。那記得有往內彎的弧度的地方呢，我們都剪牙口。那你就可以像這樣子把它對折之後，一起剪牙口，這樣你就不用剪2次了。是不是很聰明哦？所以好一點的剪刀就很重要啦。那我們之前有那個什麼，也有那個介紹剪刀，大家其實都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呢去看。好，因為我自己覺得啦，就是那個學縫紉哈，你基本上能夠车厚布料的縫紉機跟好一點的剪刀都是相當重要。那如果熨斗有一只好熨斗，那是更好。那以前我們有團购過那個很貴的那個 Lola Star 熨斗，那現在也有那种很好用的這种小熨斗哈，都是蠻棒的。好，繼續把它壓線。我這次很難得是從裡部先做因為就剛好裡帶做完之後呢，我們就把裡部順便做一做，好，然後呢把它做起來之後，我們裡部呢就可以先車了，把它車左右兩邊車起來，跟这個底部要留一個反口，好，我們就可以先車。因為這個帶子真的很簡單，你們要做，如果初學者要做帶子的話，你就算沒有織帶，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做帶子，哈，就相當好做。然後下面要留反口。這一卡帶子就隨便車隨便美，來繼續車。那下面這個角度呢，就打角。那你會發現，因為我們這個帶子呢，本身是上面比較窄，下面比較寬，對不對？所以我們的這個打角的部分也不會是一個正式的方形哦。因為它這邊比較有點斜出來了，所以它的角度呢會有點往上。所以如果你是自己打版型的話，要注意一下，不要把它畫成一個直角。因為如果你畫成一個直角，你車起來它就不會是一個很平的一個底。好，所以我們現在你要注意一下那個角度的傾斜。好，然後我們再把這個帶底給車起來。這樣我們的裡部就車完，我們就可以去專心車我們的表布，就把它車起來就好了。這樣子，然後這裡有一個反口的洞，好，那我們的裡部車完，我們放到旁邊去備用。接下來我們要來車這個表布。那表布的話，因為我們有織帶的裝飾，所以呢，我們不是先接上面的這一層這個剪接的部分，我們要從帶底先車。
那我們帶底車的時候，就是把它對齊車好就好了。好，我們對齊車好。之後就把縫份打開。好，那縫份打開，你可以用熨斗把它燙一燙，或是拿出這個滾輪骨筆給它滾一滾。好，讓它平一點。滾輪骨筆也是相當好用。如果以前我沒有滾輪骨筆的時候，也是都到處亂畫。那有了滾輪骨筆之後，你就會覺得那個不想用熨斗的時候，稍微滾一下是很讚的。接下來呢，我們把中央線都做好，对不对？這個中央線哈，之前我有先做好那個中央線，那一面也是。我們把織帶的寬度呢畫起來，在正中央。那如果你不想要把織帶車在正中央，可不可以？當然可以，你可以車在任何你想車的地方，甚至是斜線啊，或是側邊啊，都可以的。哈，你可以車在你任何你想要車的地方。只是這一卡我是車在正中央。那我們就是要底部車完之後呢，再來車織帶。那我們的織帶是兩邊是深色的嘛，是深藍色，因為我覺得深藍色、米色配深紫色這個顏色相當好看，所以我就選了讓它跳色，選了蒼藍色的這個底部。那我們現在就要把織帶車上來。那你看啊，織帶的左右兩邊是深色，這告訴我們什麼呢？就是我們要換線。好，我們的上線要把它換掉，換成深色的線。這樣你壓線壓上去呢，才不會看到一條淺色的線在那邊。好，所以我們現在壓線呢，要配合的是織帶的顏色，就是左右兩邊最旁邊那個你要壓的部分的那個顏色，不要讓它又多一條線在那邊，就不好看。你這個沒有燈哦，那看不懂，瞎子摸象。好，穿線穿完了，然後呢，我們就把這條織帶給車上去。那我們壓線，我們把這個織帶的寬度呢，我的寬度是3.8公分哦，所以我就是左右都大約各2公分。好，然後我們就可以把織帶壓上來，車起來。那記得縫份下面這個底的縫份打開哦，會比較漂亮。你在車帶的時候，車織帶的時候不要用力拉，你不要讓它拉到說你的布會變成皺皺的。好，所以我們車織帶的時候呢，盡量就是稍微有一點擠它也沒關係，有一點往前推的感覺，不要把它拉緊。一拉緊的話，你等一下怎麼燙都燙不平。好，這個一定要注意哦。好，就是說我們在車織帶的時候不要用力拉。好，反正就是很怕它拉到，我們就要把它對好。然後快要到的时候，我們就把多余的剪掉。好，然后再轉過來，再來車另外這一邊。是不是這個配色是不是超漂亮？水藍、蒼藍，然後深藍，然後米色、紫色，非常美。然後呢，車完這個之後，我們又要把線換回來，跟帶身一樣的顏色的線。好，等下車起來才好看。哎，我拉一下線。好，我們就是這個呢，我會建議大家呢換一下線，除非說你的表布呢跟你的那個織帶的顏色很接近，好，不然的話還是會建議大家把線換一下，它的質感會好很多哦。以後拿出去，每次拿出去的時候，你都會看到哇，這個袋子怎麼這麼美？你就會覺得現在換線小 case 啊，就給它換一換。那底線的話不換還好啊，因為它的織帶很厚，所以不會馬上看到底線。那如果你的織帶是屬於那很薄的，有時候你連底線最好也換一下，免得呢它的那個後面的線勾上來會很明顯。好，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車這個上面的這個弧度了。
那車上面的弧度一樣要幹嘛？要剪牙口。好，中央線一樣把它对齐好，然後就開始車嘍。好，車的時候要根據下方的這個弧度去跑。那你大約抓一下說，哎，這樣距離沒有錯，就可以把那個強力夾拆掉，這樣你比較好轉彎呢。那這個的縫份呢，就要往上。好，剛剛我們的縫份是往下，所以但是這個的縫份我們要往上，不然你織帶這邊會車起來會非常非常醜。所以我們這個縫份要往上，就壓0.1公分。那這個弧度沒有很彎哦，所以你慢慢車就 OK 了。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這卡是不是超好車的？就是你只要這種基本的幾條線，好，這裡把它剪好。來，中央線再把它對一下。对中央線的目的就是讓你知道說你這個有沒有差很多哈，就是这個距離有沒有差很多？有時候你沒有對好的話，有可能你車歪了，你都不曉得，好，還是要稍微抓一下，然後再把它壓線壓起來。那像這個有剪牙口的地方，我們就要把弧度張開，就要把縫份張開，好。然後到這裡的時候呢，我們就要順着這個，讓它這樣慢慢彎過來。然後到這邊的時候，哎，又要把縫份張開，這樣有沒有看到？車這個弧度的，可能對新手來說啊，你們會突然不知道說，我什麼時候要把縫份打開，什麼時候不要，好，就是像這樣子。那你車完之後，它的弧度就可以美美的了。好，接下來繼續壓線。那縫份都要往上哦，哈。好，縫份往上完之後呢，你就會得到這樣子啊拼接起來的帶子。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把織帶剪掉，剪成2條。好，我們把織帶剪成2條。那我這一條的長度是，我看一下幾公分啊？連縫份的話是34公分。那如果你想要背得更長，比如說你想要背到肩膀上，而且很有余裕的話，你就自己加哈，看你自己喜歡多少。那你会說，我怎麼知道我要多少呢？你可以拿那個卷尺哈，先掛在你的肩膀上看看，然後去抓你想要的尺寸。那我們就先把這個織帶呢，我都有做好這個記號線了哈，我們就把織帶固定上來。我要抓一下记號線有沒有歪掉，好，然後另外一邊也是一樣，你們覺得有點歪呀？哎，這邊有沒有歪掉？我們覺得它好像有一點歪掉，哎，真的有一點歪掉。做好的記號線跟那個好像感覺有點歪，你可以把它對折來看看你的记號線有沒有歪掉哈。如果歪掉的話，就趕快趁現在把它拆掉。那像這個的話，其實沒怎麼歪，但是你的視覺呢就會感覺好像歪歪的，可能是視覺差。好，這樣子完之後呢，把這個肩帶我們都提帶呢都車好之後，我們就來把它對折，車左右2邊。哇，我的線掉了，真是。重新穿線。
好，我們把左右兩邊把它車起來。那左右兩邊在車的時候，我們要注意的是這個剪接的部分。我們剪接的部分要對齊哈，因為你要是一打開，等一下車完打開的時候你不對齊會蠻明顯的，所以這個地方呢，我們可以用珠針哈把它插橫的，好，插橫的它就不會上下跑，你就可以固定在那個位置上。如果你插直的呢，它會上下跑。有時候用強力夾呢又沒有辦法很精準哈，所以最好是用像這種珠針呢，帶針把它那個固定住。那快到的時候，你可以直接把它車過來，它不會車到針哦，不会斷掉哦，因為那個針的尖端圓圓的，那個針的身體呢也圓圓的啊，針的尖端尖尖的，針的身體圓圓的，所以它會滑到旁邊去，所以你可以直接這樣車過來。這邊也是一樣，兩邊的這個剪接線呢要把它對好，然後呢插橫的，哦，它就不會跑掉，然後再把它車起來。好，車過去之後再把針拿起來，不要忘記拿哦。哦，你那個之前看那個什麼《延禧攻略》有沒有？那個女主角要陷害一個人，不是就把那個針留在衣服裡面去扎皇上的脖子，有沒有？雖然你沒有這個東西沒有要送皇上，但是自己扎到也是蠻難受的，所以針要記得拔起来。好，然後呢，我們就把它這個帶底呢，中央線對齊好之後，我們就把帶底車起來。好，那就是要对齊這兩條線哈，這兩條結合的線，底部跟側邊的那個線，把它對齊好。把縫縫打開，這樣子對齊好，然後用強力夾還是用珠針把它夾住，然後再把底部車起來。耶，我以為線掉了一下，串起來。好，車完之後，我們把它翻到正面來看看。這卡袋子感覺那種氣質很好，有沒有？感覺它好像很有讀書的，好像這卡袋子本身有在上學的感覺，相當漂亮哎！你看有沒有？你看側邊也很美，好，然後接線也很漂亮，有沒有？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就把裡部的這個帶子呢套上去，好，我們把表帶身呢跟裡帶身呢把它套在一起，帶口就可以一起把它車起來了。側邊對齊好，然後把縫縫都打開，然後強力夾夾住。那為什麼這裡不想要用那個珠針呢？因為它比較厚一點。那比較厚一點的時候呢，用這個強力夾，手比較不會痛。啊，好幾層哦。你在插那個珠針的時候，有時候會覺得沒那麼好用啊，沒那麼好插啊。因為你要一直穿透那些布料，有沒有？那我們可以用強力夾夾，然後呢，再把這個帶口給車起來。好，帶口就很簡單，車一圈就好。那因為這個已經有加那個什麼，兩邊都有加布襯，所以比較不會變形，但也不代表說你可以用力去拉它。哦，我們拉它不是那個，不是很不修邊幅那個拉它，是你用力，不要用力去拉它啊，不要拉這個布料，不要拉這個帶口哦。我們就是要慢慢的去車它，然後把這個提帶呢都把它放好，放垂直放好，然後再慢慢車過來。好，如果我們手要離開这個，就是說沒有馬上要準備下一個動作，你可以把針插在這個下面，然後你去動它，這樣你的線呢就不會跑掉，哈，那個基準點就不會跑掉，好，所以像這樣子把針插着之後，然後我就來調整下一段，好，把它弄整齊。所以不一定要夾了很多珠針啦，因為我看很多人都會。有時候會看到，偶爾啊，會看到那個
推播哈，就會播出別人的那個教學影片哦，都會放了很多強力夾啦，或是加了很多針。啊，我自己是不走那個路線，我就是覺得說應該要我自己啦，一段一段的去車，所以我就不會把一整圈的那個珠針夾那麼多哈，我就是一小段一小段去車。好，這樣很快的呢，我們就車完一圈了哈。然後車完一圈呢，我們就從带底的這個反口呢，把它翻到正面來。那這時候你可以拉着你的這個手提袋的部分，好，然後把它這樣子，一個往前，一個往外，一個往內，哈，它就很快可以平平的了。好，檢查一下，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要來車帶口的部分。好，那我們要車帶口，要車得漂亮呢，就是再把它翻過來，從這一面去車會比較漂亮，也會比較好車。好，那我們帶口去車它。那這個帶口呢，你可以車0.5公分的壓線，你也可以車0.1的壓線。好，你看這個，我就是車0.5的壓線，就會像這樣子。那這個呢，我就車了0.1的壓線，去配合下面這0.1的壓線，所以你可以看你喜歡0.5还是0.1，自己選。那我這個也來給它車個0.1好了，因為之前我都會車0.5，那這卡就來給它車0.1。好，那就是把它壓線壓起來就對了。那裡部不要讓它痛出來哈，裡面的那個貼邊的部分不要讓它跑出來。然后就慢慢的给它壓一圈。那车0.1最主要就是配合下面那個裝飾線哈，就是車0.1嘛。好的，繼續來。那不要車太快哈，因為你一車快哈，就很容易會去用力拉它。好，我們就是慢慢的去車就好了。所以你會發現每次車帶口的速度都非常慢，就該注意的哈要注意啦。啊，有時候不用那麼注意的，我就會比較混一點。要不然整咖哈，如果你車整咖帶子，你都一直很神經兮兮，然後很緊繃的在車哦，也蠻累的啊。所以就是我是走这種路線。好，那接下來下面的反口呢，我們就把它車起來就好了。那你也可以用手縫，好，也可以長針縫，就看不到一條線。然後就把它手縫起來。它基本上呢，帶子呢就完成了。最後呢，我們要就是基本上帶子完成，我翻到正面來给大家看。好，我们可以把手呢放進去，左右兩邊，把手指頭比個1哈，然後把這個角角呢撐出來，然後再翻過來，手指頭裡面比1哈，然後再把角角撐出來，對不對？這樣子你的帶子都還沒有燙哈，就已經很美了，對不對？那但是呢，它現在還有哪裡有一點美中不足，就是說美雖美卻沒有重點，所以這時候呢，我就會加一個皮標，把皮標縫上去呢，讓它整體呢有一個重點哈，是不是質感會更好？那我們就要來縫皮標嘍。好，那縫皮標的時候呢，我們就先瞧一下，看我們要縫在那個位置哈。我的話當然是縫正中央啦，因為我的織帶就在正中央，那我的皮標就是在這個位置。你可以先用那個錐子或是比較尖一點的筆去做記號，好，先把這個位置畫出來，好，因為它就只有兩個要縫的地方。那你也可以在還沒有將整個帶子縫起來之前，先把皮標縫上去，這樣你的打結呢就可以在裡面。那現在呢，因為我是最後才縫皮標，所以我的結就會長在皮標的下方，好，像這樣子。然後呢，就把它縫起來。那你縫的時候小心不要縫到對面邊去哈。哎，這樣子我的履帶就在這面了，沒關係啊，都可以。好，我們就把皮標縫上來。那
通常皮標呢也不用縫得非常非常多次啊，就是讓它不會掉下來就好了。那這個皮標也是我們清秀佳人獨有的，就是只有我們店才有，因為我很喜歡小動物。那這個皮標呢，就是走有點可愛，然後又是皮革的，它是真皮的皮革哈，所以質感也很好，所以它會越用啊，顏色會越來越漂亮，因為我們人的手會有油脂嘛，那它就會讓你越摸它的質感會愈水。那如果你不喜歡皮標的人呢，你可以用布標，或是任何其他你想要裝飾的東西，甚至你可以在上面做刺繡都可以的。那如果你是自己要做的話，你也可以利用不同的布料顏色去做剪接，也是可以的。那我們这一咖袋子呢的做法很簡單，那我們用的是寬的織帶，然後去表現這個袋子的特色。你皮標要縫平呢，不然會很醜。好，然後我的結呢，就是都藏在這個皮標的下方。因為什麼我要做好裁縫呢？因為你做好裁縫比較不會歪啦。有時候你縫好了之後才在車那不小心它就是插了個水平那個水平那個垂直水平的那個水平，只要差了0.2、0.3，有時候一眼就看出來，就剛剛哪裡怪怪的所以我就是縫好之後，整個袋子車好之後再縫。好，我們的袋子做完了，最後呢，我們就是要去整燙我們的側邊跟裡部的地方，把它整燙好呢，就是一個很漂亮，然後很簡單又很實用又很有質感的一個托特包。我們把鏡頭調遠一點來看一下，有沒有？好，哎呦，是不是超好看的？這個配色真的非常好看，然後底部厚度又夠，就是說你平常呢，出門啊，放個東西，然後再出門再買個東西都沒有問題除非你要塞外套啦，還塞什麼，可能比較厚的外套放不進去，不然的話，像這樣子的包包呢，你平常出門就已經很夠用，然後質感又相當好。所以我們這次推出的呢，我們的材料包推出了3個配色，就是蒼藍色，然後枯茶色跟這個淺紫色。好，那它就是可以放那個手機沒問題，長夾可以橫放也沒問題，然後3個顏色都相當的好看。你看，很像專櫃在賣的，有沒有？就是這樣一個很怎麼說，就是簡單樸法低調的這種美感，就是很好做。所以初學者如果你是剛要學做包包，你從這咖開始做，成功幾率90%那如果你做不起來的話，那剩下10%，我們就是再加油，再努力一點，就一定可以做出漂亮的包包。好，大家喜歡的話，趕快做一個吧，拜拜。